大家早上好，给大家参观一下我在科克的住处。基本上很小，也是我订过最便宜的。但是这个小区还是很安全的，是叫 Mount Ova Village。这边是没有厕所的哦，不，这边是没有厨房的，有厕所，厕所在下面。来带大家小去看一下。哇，谁喷了香水？哦，厕所有人，带回去。这边是厕所，还可以，非常干净。然后该有的都有了，镜子有点低，抬头看不到头。出发！大家好，欢迎来到 COP。我刚刚走了一下，这个小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COP 从科克乘火车大概25分钟。为了纪念维多利亚女王的造访，这里从1849年改名为 Queenstown。1920年，在爱尔兰独立战争以后，又改成了爱尔兰语的 COF， 因如最早的英语起名 COF。从1848年到1950年，由爱尔兰大饥荒所引发的移民潮中，超过600万爱尔兰人永远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大部分前往了美国寻找新的生机，其中有200万人来自 COF。1912年4月11日的上午11点半，123名怀揣着对美国生活向往的乘客，在这里登上了 IMS Titanic。下午1点半 ，Titanic 扬帆起航，前往纽约，也驶向了一段人类近100年最悲惨的沉船事故。我刚刚已经爱上了这个行程了，因为它这边呢，会给你一个船票，等于是每个船票都是真实的当时登船的人。然后我的船票的名字是叫 Eugene Daly， 29岁，以前是一个音乐家。第3等是这个公司的 White Star Link，1912年4月11号去纽约 Queenstown 去纽约。这边还有它的时间是早餐8点，还有什么？这个是10点 ，dinner 是10点，还有下午茶 tea 6 o'clock 6点。泰坦尼克号呢是在 Belfast 建造的。然后从 Belfast 他去了 England Southampton， 然后从 Southampton 他又到了法国的 Cherbourg， 从法国的 Cherbourg， 然后他又一路下来到 Cobb Island。从 Cobb 出发以后的话，3天，应该是第3天，然后就碰到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撞到了冰山上。我现在要进去呢，就是我手持船票的这个人 Eugene 的第3个，应该是最穷的。他的船票是8英镑，8英镑大概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当时的英国就像中产阶级一整年的年薪才是26镑，等于是1/3的年薪都用在买这个船票上，所以说还是非常非常贵的。Passengers who boarded. We did have 7 lucky passengers who got off the Titanic here in Queenstown. That they offered to pay for his ticket to continue on to New York. This is the first级别的菜单。第3等级的那一份菜单，一整天吃的东西可能是第1等级的中间一个 brunch 吃的东西，中间一餐的东西。现在这边是最有钱的人住的套房。Is there anyone there? Yes, what do you see? Iceberg, right ahead! Thank you.
1912年4月14日晚上11点40分，当时号称永不沉没的巨轮泰坦尼克号不幸地撞上了冰山。当时距离失事地点仅有40分钟航程的 California 号得到求救信号后，却没有前往救援。另一艘距离107公里的 Carpathia 号在得到求救信号后，船长 Arturo Rostron 毫不犹豫地冒着被冰山撞上的风险，依然以全速向失事地点前行，4个小时后抵达事发地点。And see to getting some ice and canvas bags. Put them in the cargo bay for the dead. Iceberg ahead. 船上一共有1317名乘客，其中16%的男性获救，44%来自头等舱，9%来自二等舱，74%的女性获救，44%来自头等舱，26%来自二等舱，73%的小孩获救，7%来自头等舱，39%来自二等舱。在891名船员中，生还率23%。人性是贪婪的，为了创造永不沉没的巨轮，一个航行神话，不顾冰山的风险，全速前行。人心是丑陋的，像原本可以前往救援的 California 号，本来可以更早地抵达事发地点，能多救起100条人命，但船长却选择视而不见。也许是讽刺 California 号在1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潜水艇击沉，残骸从未被找到。我相信人性更多的是善良的。Carpathia 号的义无反顾、飞蛾扑火、女人小孩优先救援的精神，让我们又在人性里看到希望。这边最后一个环节，你可以在后面的这个板上看一下你拿到的这一个乘客是否最后还生还，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我们找一下这个 Eugene Daly 是不是还活着？找到了 Eugene Daly， 救起来了。Eugene 来自阿斯隆，在沉船时帮助了3个爱尔兰女孩，在得到救援抵达纽约后，向船务公司索要了$50的赔偿。安顿后 ，Eugene 给在爱尔兰的母亲写了一封信 ：Dear Mother, got here safe. Had a narrow escape, but please God, I'm all right. Also Maggie, I think the disaster caused you to fret, but things could have been worse than what they were. Eugene 在纽约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于1965年逝世，享年82岁。他与他的妻子 Lillian 有一个女儿 Marianne。感谢这座博物馆，让我重温了这部小学时看过但却没能领会其意义的电影，也让我通过抽中的船票了解了一个普通生还者 Eugene 的人生故事。人一生好短，还有那么多的意外险阻，所以请善待、尊重、珍惜你身边的每一个人。